係各位網友嗱，我上一次講咗嗰條點解蒙古兵天下無敵咧，好多人都話好有趣，因為其實我咧，我講嗰啲嘢咧，唔係你哋中學教科書講嗰啲嘢嚟㗎，係經過好多年呢幾十年嘅專業研究得出嚟嘅結論嘅，即係譬如嗰個複合弓嘅射出嚟嘅力究竟係點啊嗰啲咧。呢個咧係好多專業嘅比較喺入邊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既然蒙古兵咁犀利咧，我講明史呢段咧就講，咁啲明朝啲兵點解會後來壓倒晒蒙古啲兵咧嚇？好啦，嗱呢隻嘢賣完咧就到下批貨翻，1880係冇得再平嘅，呢啲係抵到唔恨。你買咗未？57600啊，每粒。係有400mg 啦，有白藜薈醇啦，呢個令到佢威力大增啦，同 TMG 啦，同埋大廠做啦，4個月同埋呢一隻275蚊都係賣埋呢批貨就算啦，所以咧買完即止嘅，你好快啲嚟買。蒙古軍由衰敗由無敵到分崩，蒙古軍天下無敵，一人多馬，佢行運動戰可以日行幾百里。於是忽然間喺呢度，忽然間喺呢度，忽然間忽然間合，複合弓騎射術，十進制嚴密編制，逆襲情報網，紀律嚴明，呢個就係恐怖戰術，等你唔敢抵抗，消滅晒你啲人，等你背後冇辦法對付佢。技術吸收，以屠城震懾，吸納工具同兵器，結果橫跨歐亞。幾十年後，蒙古兵就已經開始衰敗。到咗元末，蒙古軍已經由鋼鐵之權淪為一盤散沙。衰敗嘅理由有三：第一，有一部分貴族定居喺城市，遠離遊牧生活，啲弓馬訓練啊就冇咁犀利嘅啦，亦都唔捱得苦啦。核心精鋭嘅比例驟減，跌好多。第二，個兵員變咗質，元末啊，成日都話有50-60萬人，其實多數係漢人嚟嘅，同地牌雜軍呢個雜牌嘅。譬如察罕帖木兒啊，嗰次啊南征張士誠啊，如果佢唔係召翻去，佢滅咗張士誠落嚟打朱元璋陳友諒呢，係可以橫掃翻江南，但係好少蒙古兵啊，大多數係漢人士兵。其實係好多係喺呢一個中國北部嗰啲漢人徵翻嚟嘅士兵嚟嘅。軍閥分裂，互不相救。察罕帖木兒被殺之後咧，黃寶寶、勃羅帖木兒、李思齊各據一方。喂，大都俾人哋攻陷啊！黃寶寶都唔肯去救嘅。各部互不援助。喺呢一個喺遼東有幾十萬兵。嗰個勃羅出又係唔嚟救嘅，呢個就係大家互相企喺度嘅，導致戰場上冇辦法合力，咁樣嘅蒙古軍已經冇辦法聚成一個拳頭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我哋講下喺明朝之前啊，呢一個中國有擊敗呢一個遊牧民族喎，係點樣擊敗嘅咧？嗱，呢一個又係新發現嚟嘅，我係我講嘅啫。我相信你睇任何歷史書都冇講過，因為我發現咗歷史嘅規則。中國政權能夠擊敗草原民族，從來唔係龐大嘅大軍對壘，係靠專業精騎嘅突擊嘅。原來遊牧騎兵嘅弱點係點呢？平時佢哋呢，喂，我哋約埋幾時去打仗，要預早約。到秋天啲馬肥啦，咁咧就夾埋去打幾個月仗，即係咁樣喺全個大漠草原嗰度咧，就大家互相嚟到集合，咁咧就係平時咧佢哋散開嘅喎，係約定打仗要做好耐準備，佢哋要準備糧食啊、兵器啲咁嘢去打一鑊仗。好啦，佢冇辦法長期高度集中嘅，因為咧。如果出去打人咧就得喎，佢搶人哋啲嘢就得喎。佢翻去大漠咧冇嘢搶噶嘛，
咁係咪要翻去自己個草原嗰度啊？揾食噶嘛，佢哋要後勤咧，完全翻去個草場。一翻去大漠嗰時咧，長期打咧，佢就喺分散狀態嗰度嘅，俾人哋突擊咧，就打輸噶啦。中國對付佢咧，喺漢武帝嗰陣時咧，就用專業騎兵。專業騎兵係點咧？用傾全國之力養一支精鋭嘅騎兵，養幾十萬匹馬。打完啊，漢武帝啊，係由幾十萬匹馬死咗7、8成啊。然後舉國負責糧草馬料，唔使散放嘅，長期保持軍事狀態，1年12個月都打得嘅，長期集中嘅，一個人幾匹馬嘅，然後靠呢啲專業騎兵，你散開嗰陣時咧，佢直插你中心，只要揾到你，你就大鑊啦。游牧軍唔能夠集結嗰陣時咧，高速精騎直擊皇庭同黑岸大將，次次都打贏，次次打贏，成千幾年都係靠呢招，要有一支專業嘅騎兵，用運動戰喺沙漠度呢個擊敗呢一個游牧民族嘅騎兵，好冇笑啊！呢個冇人，你冇聽過人講過啦嘛，係嘛？但係啊，無論漢唐明清啊，專業騎兵係好貴嘅，一個騎兵要2、3匹馬，長期咧由後邊運糧草去前邊啊，大鑊咯，20幾石運到前邊，你要食噶嘛，剩翻1石，你要諗下幾大鑊咧。同埋喺內陸養馬，喺大陸養馬，梗係非常昂貴啦。長年不停訓練，先能夠達到實戰水平。個輜重補給去到前線啊，係20、30比1，財政壓力好沉重，養馬係好貴嘅，養馬好貴嘅。漢武帝大規模養騎兵啊，國庫幾乎全部空虛。明朝洪武永樂能夠維持，跟住就頂唔浦啦。清朝入關呢，佢就靠海外嘅，靠呢個黑龍江嘅騎兵同埋蒙古騎兵，因為內蒙古呢，佢同佢聯親，靠內蒙古嘅騎兵。專業騎兵啊，只係帝國盛世先能夠發揮到威力，係非常昂貴嘅一樣嘢。經典案例，衛青屢次出塞都係打贏到，但2次出塞，但係都係冇辦法徹底擊敗匈奴。霍去病2萬專業精騎，先去掃蕩河西，再送到漠北，重心直入匈奴腹地，喺匈奴未集中唔到，突襲龍城，呢個就係竇憲永元13年，大將軍竇憲不伐，喺燕然山大破北匈奴勒石記功，全部係用專業精騎快速突擊，徹底削弱北匈奴。決定性嘅戰役，原來係靠2、3萬人嘅啫。李靖靠7000精騎喺突厥補給不足，直擊吉利可汗，將大汗擒獲。藍玉洪武20年，藍玉大軍出塞，真正決勝點就係前鋒小股精騎夜襲釣魚海悍將，北元主力喺散牧狀態之下措手不及，政權土崩瓦解。從來就一招精鋭嘅呢個專業騎兵，2、3萬人幾匹馬，就係比佢快，因為你係集中，佢係分散，而且你嗰啲係精鋭。呢條專業精騎嘅制勝咧，明朝進一步就結合咗火器同大軍，於是長期壓制咗蒙古嘅合成戰術。到咗洪武永樂年間破騎兵，呢個喺日本都係咁，織田信長破呢個武田勝賴，就係用3000支槍嚟到破呢個破呢個甲飛嘅騎兵。呢個明軍嘅火器已經成型啦，有火繩槍，呢個繩索嘅繩，點火繩射嘅，碗口筒大啲嘅短炮，火箭齊射器插住喺度，一支
一堆火箭射出嚟，話可以呢係可以射穿嗰啲甲胄嘅。霹靂炮、火罐呢個係手榴彈嚟嘅，呢個係掟入敵艦之後四散爆炸。車載嗱呢啲火箭啊，車載火器、火槍、火箭安裝喺木車嗰度，一路推進，佢亦都結合成為一個方陣，變咗移動火力點。好啦，喺朱棣北征嗰時咧，沐英啊去打雲南，打呢個蒙古兵，沐英已經提出3段式射擊法。喂，後來呢，喺歐洲再被發現咗，當然佢哋更加有呢一個，因為嗰啲槍唔準啊，你就用呢個射擊法先得嘅，唔係靠嗰個嘢射得準，係咁多支槍一齊射，一定射中你。前排射擊，第2排裝填，第3排準備，3列輪流，火力不停。呢個係世界最早嘅排隊射擊雛形，比歐洲仲要早。中國人發明先3種。嗱，呢個呢就係拆支槍，準備射擊，射擊完呢就翻去後邊，呢個呢就上嚟射。咁結果明朝係點打嘅呢？火器、火槍、火筒打亂咗蒙古騎兵，然後步兵呢用長槍盾牌同火器組成一條防線，頂住咗。你已經打亂咗你嘅陣，然後呢度頂住咗。專業騎兵包抄兩翼精騎出擊，切斷你嘅歸路。3招就係呢3招，先打亂你用火器，你衝到埋嚟，再用步兵方陣頂住你，夾埋火石喺度頂住一陣，然後騎兵衝鋒。呢個不僅繼承咗專業精騎突擊嘅傳統，更加加咗火器同步兵，使到蒙古騎兵即使集中咧，都冇辦法再破明軍嘅陣勢。明朝將專業精騎突擊同大軍火器結合，長期壓制蒙古。清朝咧呢套制度咧就更加成熟。清朝有8騎專業騎兵，8騎本身就係專業騎兵，而後來咧佢哋係呢個騎兵冇咁犀利嗰時咧，佢仲有啲原始嘅滿洲部落，嗰啲叫做黑龍江騎兵，然後咧仲有內蒙古聽佢哋説話嘅騎兵。大軍後勤咧就繼承咗明代嘅火器體系同大軍規模，可以正面對壘，典型戰役。康熙喺烏蘭布通之役啊，以火器壓制呢一個咧，蒙古人啊用嗰啲駝啊，嗰啲駱駝一隻隻瞓低喺度，整濕啲箭擺喺駱駝背度，造成一個叫駝城嚟到抵禦。康熙先用炮轟開佢嘅駝城，呢個就係咁。然後先至衝鋒，徹底結合8騎精騎突擊，大破噶爾丹，長期壓制咗蒙古。清朝因此能夠將漠北同新疆納入版圖，完成對草原民族嘅長期控制。呢個呢，內蒙古啲人呢，科爾福旗呢，就係長期同清朝聯姻嘅，所以呢，滿蒙係不分嘅，嗰度係。但係呢一個係呢個即係瓦剌蒙古啊，即係喺呢一個河西蒙古咧，新疆嗰度啲蒙古兵咧，就係準噶爾嗰啲咧，係長期同清朝作對，結果俾清朝打敗，將佢哋滅族嘅。游牧騎兵散而生，專業騎兵集而擊。帝國如果能夠負擔昂貴嘅專業騎兵，再加埋火器同大軍體系咧，喺關鍵時候咧，一定能夠擊碎草原強敵，長期壓制嘅。呢個就係明朝軍隊點解後來打呢個努爾哈赤打敗呢？好簡單，因為嗰啲火器係好昂貴嘅，同埋騎兵都。明朝後來咧財政破產，到咗赫爾虎戰役咧，已經係啲火器啊係射唔到啊，好多都。專業騎兵又冇咗，所以其實打敗唔係明朝嘅軍隊唔夠打，係因為財政，因為冇錢而打敗嘅。呢個係好啦，嗱呢一個係 Q10啊，仲有一批就嚟賣完488蚊，大家多多支持啦。OK， 好啦，嗱講下中秋佳節嚇，一家人團咗一齊
俏貓貓今年精心推出嘅中秋盤菜有6人份量12人，搜羅咗最好嘅食材，原隻10頭鮑魚、巴汁燴花膠，呢個原粒原貝韓國大蠔豉，呢個老香米鴨、家鄉手打鯪魚丸、大鵝掌1/4隻貴妃雞，仲有秘製豬手、腩肉、豬皮、豬脷同魷魚，厚身大花菇配埋當時得令嘅蓮藕蘿蔔、芋頭枝竹，全部6個人份量。而家講緊係6個人份量，12個人呢就係雙倍嘅每年呢盤菜呢，嗰啲人都話係最好食嘅，係凌絕全香港嘅。6個人而家呢會員價998，嗱最緊要呢送埋去你嗰度喎，送埋去你嗰度，保證佢新鮮，同埋呢我哋送貨嘅送貨呢係送得好好嘅，好有交代嘅。12個人原價1688，而家1488，門市同網站都有得訂嘅，由8月29號到9月29號，價格包埋送貨除咗離島啲咁嘅地方。至於村屋呢，就送到村口嘅啫，冇電梯嘅樓宇喺地面交售。你而家開始訂，送貨日期9月20號到10月7號，嗰啲緊要日子呢，好快就冇噶啦。你而家要，所以你而家立即訂，5日前5個工作日通知，因為每日限量只係做咁多嘅啫。中秋前後嗰幾日呢，係好難訂到嘅。由於新鮮喺香港製造，每日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啊！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團圓美滿，食得開心。2013年呢單嘢好好。